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男友为给女上司当接盘侠甩了我，在得知我是首富千金时开始变脸。老板的女儿未婚先孕，急寻接盘侠，男朋友抢着当爹，连和我说分手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不哭不闹，默默离开。8个月后，他抱着浑身油亮的黑娃，欲哭无泪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邹磊的生日，一下班，我直奔菜市场，买了他最爱吃的小龙虾。他有胃病，不能吃辣，我特意做的蒜蓉味。饭菜上桌，还不见他的身影。我打去电话，被他直接挂断。他工作时向来不喜欢被人打扰。其实我俩是同事，共职于同一家贸易公司。我是财务专员，朝9晚5，工资固定；他是销售经理，靠业绩吃饭。我们都是从小地方来的，家里条件一般，想在大城市扎根，困难重重。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越来越大。这2个月，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深夜，我帮不上忙，只能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。时针走过12点，一桌子菜早已凉透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生日快乐。第2天醒来，我发现邹磊一夜未归，这让我有些意外。公司没有住处，从前不管多晚，他都会回来。我害怕出什么事，再次拨打他的电话，却提示已关机。公司并未禁止办公室恋情，可为了不影响工作，我们一直没有公开。我借口核对报销单，来到销售部，邹磊的工位上空空如也。邹经理可是考勤之星，居然也会迟到。他带的实习生缇娜不以为意地撇撇嘴。邹经理攀上高枝，很快就要飞黄腾达，哪会在乎那点考勤？我心里一惊，什么飞黄腾达？难道邹磊偷偷联系了别的公司，准备跳槽？我想问个清楚，缇娜却后知后觉，捂着嘴不肯再多说一句。此时，邹磊满脸倦容地跑进来，一头钻进会议室。我默默松了口气，只要他平安，其他的无关紧要。午饭时，我将他拦在茶水间，外卖油重，他吃不惯。每天我都会为他准备合口的便当。你昨晚去哪了？不回家也该提前说一声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还能丢了不成？虽然没有旁人进来，可邹磊还是刻意与我保持2米的安全距离。以后不要在公司给我送东西，让别人看见，我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。上个月，人事部的张黎和采购部的小杨结婚，老板亲自到场祝贺，2人的工作也并未受影响。所以我想，你疯了！邹磊气急败坏地打断我。张黎是老板的远房亲戚，你有什么资格和他相提并论？你自己不思进取就算了，不要拖我后腿。我抬起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邹磊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拖过你的后腿？你进公司整整5年，还是一个小出纳，连资历比你浅的后辈都能指挥你干活，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？我的脑袋轰一下子炸了，眼前这个言语刻薄、满脸讥讽的男人让我感到无比陌生。我的确没什么事业心，能有现在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我就已经很满足。比起做个叱咤职场的女强人，我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热爱的生活上。个人选择不同，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。事实上，当初邹磊也是看中我不争不抢的性子，觉得和我在一起非常自在舒服，才会在我刚进公司就对我展开猛烈的追求。邹磊，我觉得我们该找时间好好谈一谈。随你的便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
你若接受不了，那就算了。邹磊耸耸肩膀，转身想走。等等，我把加热好的龙虾盖饭递给他。昨晚你没回来，我也没心思吃，都给你留着呢。邹磊刚刚接过，一个穿着露背长裙的女子推门而入。公司规定上班时间必须穿职业装，敢这般肆无忌惮的唯有一人，那就是大 boss 独女秦轩。秦轩是真正的天之骄女，出身优越，长相出众，大学毕业进入自家公司，作为接班人被重点培养。秦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是要泡咖啡吗？您发个信息，我可以代劳。邹磊卑躬屈膝，笑容谄媚，与方才面对我时判若两人。秦轩捋了捋秀发，飘过一股冷冽的幽香。邹经理真有精神，辛苦一夜还坚持来上班，不是说了让你休息一天吗？能为秦总效力是我的荣幸，以后有事您尽管吩咐，我保证24小时随叫随到。我心中诧异，这俩人何时变得如此熟人？甚至他昨夜未归也是因为他。财务部赵昭。秦轩瞟了一眼我胸前的工牌，显然没有丝毫印象。你们两个是在谈恋爱？当然不是。邹磊想也不想，矢口否认。我跟他不熟，秦总千万别误会。不熟，他会给你做便当。秦轩嘴角轻扬，一脸了然。邹磊回过头瞪了我一眼，脸上满满都是嫌恶。赵小姐，我说了多少次？我对你没兴趣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身子一歪，险些没站住。大家都是同事，我顾及你的脸面，不想把事情做绝。可你的行为已经构成职场骚扰。邹磊越说越愤慨，将我精挑细选的便当盒狠狠甩进垃圾桶。巨大的声响引来同事的注意，纷纷伸着脖子朝这边张望。这一刻，我应该感到难堪才对，可为何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？我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原本熟悉的脸逐渐变得陌生，陌生的让我害怕。秦总，让您见笑了。今日请您做个见证，如果他再这样执迷不悟，影响我工作，那我只能上报公司，按规定处罚。不至于。秦轩看似宽慰，可语气之中却带着一丝轻蔑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邹经理已经明确拒绝，赵小姐不如洒脱放手。放手？我摇摇头，苦苦一笑。我也想放手，可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。我对感情比较迟钝，上学时有男生靠近，被我视为洪水猛兽，拒于千里之外。邹磊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的爱情启蒙。我跟着他一点一点地学习，学习如何恋爱，学习怎么做别人的女朋友。那个时候，他对我是真的好。公司离住的地方太远，为了让我多睡会儿，他每天都会提前起床，准备好热腾腾的早餐。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很少出去吃，他会主动去菜场买来最新鲜的食材，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。说来惭愧，我的厨艺大部分都是从他那里偷学的。他对自己抠搜，对我却很大方。每到换季之时，就会带我去商场采购新衣，即便不是什么名贵的牌子，可经他的巧手搭配，总能让人眼前一亮。用他的话说，职场就是秀场，他的女朋友绝不能输给任何人。在他的鼓励之下，从小因家庭原因而敏感自卑的我也逐渐生出一些勇气。我甚至开始相信，或许我的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。在一起的第3年，他提出要和我结婚，我满心雀跃，带他回了老家。一切就从那时开始发生变化。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爸爸离家多年，早已不知去向，是妈妈辛辛苦苦把我拉扯长大。
他不同意我远嫁，对邹磊的出现表现出莫大的敌意。为了将他劝退，他提出要30万彩礼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和他大吵一架，带着邹磊摔门离去。邹磊回来之后一直闷闷不乐，和父母沟通了几次，向我提出分手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在我看来，爱情的真谛就是坚守。如果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，我绝不会死缠烂打。可若是因为别的原因痛失所爱，我一定会遗憾终身。我哭着求他不要离开，并再三保证我的婚事由自己做主。我妈的无理要求，他全都可以忽略。邹磊也不是真心想分手，抱着我痛哭流涕。他肩上责任重大，爸妈身体不好，每个月都有一笔固定的药费，下面还有2个弟弟需要帮衬。我愿意和他一起共度难关，只要有他陪伴，日子再苦我都不怕。他既感动又羞愧，哭着向我道歉，发誓会努力工作，赚足彩礼，让我风风光光地嫁给他。此事过后，我努力想让一切回到从前。我开始用尽全力对他好，衣服不买了，美食也不吃了，省下的钱全部给他补贴家用。他醉心工作，早出晚归，我包揽全部家务，绝不让他费一点心。我以为我们是在为彼此的将来共同努力，可这一刻，我突然有些不确定，他预想中的将来真的和我有关吗？仅仅1个下午的时间，流言就传遍了整个公司，我成为同事口中不知廉耻的倒贴女。大家看我的眼神满是戏谑，我无力解释，也不想解释。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我逃也似的跑出公司。外面下着大雨，我躲在站台下瑟瑟发抖。一辆崭新的宝马5系从我面前经过，那是邹磊梦寐以求的车。我曾无数次陪他在车展上看过。梦想归梦想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，以我们现在的条件，根本不可能买得起。可就是这习惯性的一瞥，却让我看到一张本不该出现的侧脸。凌晨2点，邹凯醉醺醺地打开门，却被在黑暗中静静等待的我吓了一跳。赵昭，你发什么疯？这么晚了不睡觉，等着吵架吗？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。这几年咱俩攒的钱，除去生活开支，至少有20万。可我刚去银行查过，里面1分都没有。邹磊像被人踩中尾巴，劈手将银行卡夺过。你吃饱了撑的，谁让你动我的东西？你的东西，这里面明明也有我的一份，你要动用，是不是应该经过我的同意？我努力克制，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一些。笑话，你1个月才挣多少？除去吃喝拉撒，怕是连房租都付不起。你这么在意这笔钱，不就是为了给你妈彩礼吗？明明虚荣又拜金，还要装出一副有情饮水饱的模样，真是令人恶心。事实证明，男人狠起来是没有心的。这些伤人肺腑的话从他嘴里说出，好像不费半分力气。邹磊，你混蛋！我刚刚扬起手，就被他推倒在沙发上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拿这些钱首付了1辆车，出门在外，这是男人的脸面，也是工作需要。你能想象大夏天我骑着共享单车去见客户，被保安拒之门外的尴尬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冷冷一笑，真的是为了工作，而不是为了别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邹磊眉头深锁，满脸不耐。我知道你在为今天的事生气，这不能怪我，是你自己不小心。安全起见，以后我们在公司不要有任何接触。我和你恋爱是犯了天条吗？你到底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又或者你只是把我当作备胎，一旦有了更好的人选，便能潇洒利落地转身？神经病！小心思被戳穿，邹磊恼羞成怒。赵昭，
你要不要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模样？活脱脱一个怨妇！我每天累死累活，回来还要应付你的无理取闹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不知该拿什么坚持。一通威胁过后，邹磊走进房间，倒头便睡，留我一人在客厅枯坐一夜。第二天上班，我给缇娜发了一张5星级酒店的自助餐票。刚毕业的小姑娘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实在无法拒绝这送上门的大餐。昭昭姐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。邹经理除了人长得帅，其他各方面都不是你的良配。缇娜虽然年轻，却极其上道，不等我追问，就主动开口。我跟了他几个月，能看出来他不甘现状，拼尽全力想要向上爬。我妈说过，这种男人最危险，不是一般女人能够驾驭，遇见了得赶紧跑。有这么夸张吗？男人有上进心不是好事吗？上进心也要看用在何处。邹经理没有背景，能力一般，想在事业上突破难如登天，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，所以才会另辟蹊径去追求秦总。一旦成功，便能一跃成为秦家的东床快婿。他和秦轩，虽然我心里早有准备，可从别人嘴里听到，还是觉得无比荒谬。秦小姐是何许人？怎么会看上他？以前可能看不上，可现在情况特殊，她的选择并不多。缇娜四下瞅了一眼，确定无人注意，才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。秦总怀了前男友的孩子，又不想打胎，只能找个接盘侠，名正言顺地把孩子生下来。如此狗血的剧情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张着大嘴，久久不能回神。这是整个公司只有我和邹经理知道。说来也是巧合，上个月我们陪秦总接待一个供货商，酒过3巡，他突然冷汗淋漓，腹痛难忍，我们把他送到医院。医生检查之后才发现，她已经怀了1个月的身孕。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肯定要通知老板，老板来了就让女儿打胎。可秦总死活不同意，非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还说会尽快给孩子找一个爹，绝对不会丢秦家的脸。我心下了然，邹磊就是在那一刻动了心思。这1个月我算是开了眼。邹经理为了攀上豪门，真是能屈能伸。秦总刚怀孕，情绪不稳，口味儿也发生变化，经常大半夜要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他为了哄得美人归，几乎是有求必应，下足血本儿。前天下午临下班之时，他突然收到秦总的信息，想吃正宗的南城汤包。他毫不犹豫，立刻驾车前往。南城离这里600公里，他跑了整整1夜，终于赶在上班之前把包子送到秦总手中。缇娜滔滔不绝，我整个人就像碗中的残汤，一点点变冷凝结。原来我在家里苦苦等待之时，他正为别的女人千里奔波。想起那些被丢弃的小龙虾，我突然觉得无比讽刺。他还是原来那个他，只要他愿意，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捧在手心。这对他而言，或许只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，而我却错把它当成爱。我知道自己该离开了，毕竟是人生之中第1段感情，即便再不堪，我也想好好和他说声再见。可邹磊却像是人间蒸发，无论是公司还是家里，都不见他的身影。缇娜说他好像去了商学院进修，为下一步晋升高层做准备。果不其然，公司年会这天，他作为新上任的销售副总裁，西装革履，闪亮登场。站在他旁边的是一身红裙，明艳如火的秦轩，两人高调公布恋情。邹磊慷慨陈词，发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宣言。秦轩笑容灿烂，却并未触及眼底。邹磊再接再厉，
从怀里掏出一枚鸽子蛋，单膝跪地，现场求婚。他似乎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未婚妻，此刻正亲眼见证自己被抛弃的全过程。又或者他记得，却并不在乎，原本就是自己花钱买的戒指。秦轩戴着十分合适，亲他，亲他，亲他。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邹磊小心翼翼凑到秦轩面前，在他的嘴角处留下蜻蜓点水的一吻。完蛋了，这俩人竟然真的成了，他们该不会杀我灭口吧？缇娜哭丧着一张脸，与周围欢乐的气氛格格不入。我被他的模样逗乐，笑得泪水横流，停不下来。事到如今，我再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。我连夜打包行李，除了自己的贴身衣物，其他东西我一样都没带走。说来可笑，偌大的城市，我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投靠的亲友。这些年除了工作，邹磊就是我生活的全部。为了经营好我们的小家，我错失太多东西，一连找了几家酒店，高额的房价令我望而却步。我在心里把自己骂了千万遍。当初我把工资卡交给邹磊时，怎么就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落得一个人财两失的下场？我拖着行李箱，像丧家犬一般四处游荡。到了后半夜，街上突然多了一群骑摩托的精神小伙，他们吹着口哨盘旋在我周围，让我无处可躲。我吓坏了，想起缇娜住在这附近，便硬着头皮打给她。这个姑娘比我想象中还要仗义，没几分钟就看见她穿着睡衣飞奔而来，一通怒斥赶走那些不怀好意的寻衅者。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我和邹磊之间的那段过往，只能告诉她自己被无良房东驱赶，希望她能收留自己一晚。我的室友前2天搬走了，我正愁没人和我分摊房租呢。昭昭姐若是愿意，以后就和我一起住吧。愿意，太愿意了。可爱的缇娜，简直就是我的救世主。我当即抱着她一顿猛亲。换了新环境，我本以为自己会失眠，没曾想这一觉竟睡得无比踏实。要不是缇娜叫我起床，我怕是要破天荒的迟到。上午我正盘算着往后的开销，突然收到邹磊的信息，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找他。我只觉得可笑，以前他处处避嫌，生怕我沾染他分毫，如今刚刚上位，就变得无所顾忌。看我不搭理他，他直接一个电话打到办公室，点名要我给他送一份报销单。好心的同事提醒我，他现在身份不一般，让我千万保持距离。天知道，如果可以，我都不愿和他待在一个星球上。当上副总裁，就有专门的办公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挺直脊梁，推门而入。邹磊又换了一身全新的西装，是我俩从前看到就要绕道走的牌子。不得不说，贵气养人。此刻他穿着这一身人模狗样的行头，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，隐隐之中居然真的透露出几分上位者的高傲。邹总，这是您要的报销单。我没有一句废话，放下东西，转身要走。站住！他突然站起身，拦在我面前。刚才我回家拿东西，发现你的行李都不见了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气急反笑。邹总这话问得蹊跷，您觉得我是什么意思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让你搬走，你赶紧搬回来。邹磊的语气不容置疑，仿佛是我在耍小性子，玩离家出走的把戏。邹磊，是不是从前我对你太温柔，让你觉得我很好欺负？什么？邹磊的眉头拧成一团。我们之间没有法律约束，即便你劈腿，我也无可奈何。作为一个合格的前任，我悄无声息地离开，已经给足你脸面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邹磊摇摇头，语气十分急迫。我不想怎么样，昭昭，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，
可我也是迫不得已，光靠我们两个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现在好了，我有钱有权，只要你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这个可怜的男人，居然还想享其人之福。邹磊，你这不是在侮辱我，而是在侮辱你自己。相识一场，咱们好聚好散，不要让我看不起你。或许是我眼中的决绝刺痛了他，他的眼神突然变得阴鸷。赵昭，你会后悔的，以你的条件，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男人。感谢邹总的祝福，我求之不得。从邹磊办公室出来，我迎面撞上秦轩，这该死的运气，不服都不行。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我，我随便打声招呼，赶紧溜之大吉。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这位秦大小姐的行动力，仅仅用了半天，她就将我的过去查了个底朝天，包括我和邹磊之间的前因后果。对不起，赵小姐，你被解雇了。凭什么？我终究没有忍住怒火，看到我失态的样子，他似乎很得意。我并不在乎邹磊从前有几个女朋友，他温柔体贴，懂事听话，还有一副好皮囊，对我而言已经足够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，你在这里只会扰乱他的心神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三心二意，如果我不同意呢？赵小姐，不要太天真，你以为你还有选择？秦轩一个电话直接将我从员工名单上除名，人事经理以工作不称职为由，甩给我一张辞退通知单，没有1分钱补偿。这样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规定。我提出要找劳动仲裁，人事经理却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。这是赵小姐的权利，只要你耗得起，我们肯定奉陪到底。不过，我想提醒你一句，一个和前公司闹得水火不容的财务，以后怕是再没有公司敢录用。缇娜得知我的遭遇，也劝我忍下这口气。你得罪秦总，公司肯定是待不下去了。与其和他们纠缠不休，不如趁早面试下家，否则时间长了，吃亏的还是你。我感到深深的疲惫。缇娜说的没错，如果不尽快找到新工作，我怕是连饭都吃不起了。可就在我灰头土脸离开公司的那天，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，我妈突发心梗，情况危重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我将她转到江城第一人民医院治疗，每天巨额的医药费压得我喘不过气。缇娜主动拿出10万块给我应急，我心中诧异，她一个实习生怎么拿得出这么多钱？这是秦总给的封口费，他让我离开江城，以后都不准在这里出现，岂有此理？你答应了？缇娜点点头。没毕业之前，我做梦都想留在大城市，可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砺，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里。现在回去还能收获一大笔意外之财，何乐而不为？缇娜说得轻松，可我知道这一切并非她所愿。经过治疗，妈妈终于捡回一条命，只是身体大不如前，时刻需要人照料。她四处打听，找了一家住得起的疗养院。搬进疗养院之前，她从衣兜深处摸出一张发黄的旧纸，上面写着一串若隐若现的电话号码。妈把你养这么大，也算是尽力了，以后就由你爸爸照顾你吧。爸爸这个称谓对我而言太过陌生，甚至有些难以启齿。电话拨通后20分钟，在众多保镖的簇拥下，一个头发花白、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与睿智的老男人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在电视上见过他，他是江城首富李成化，不错，长得的确像我。他当场和我做了亲子鉴定，在等待结果期间，他和我妈进行了一次长谈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爸爸英年早逝，为了不让我妈伤心，我很少在她面前提及。
可直到今日，我才知道自己竟然是李成化的私生女。我妈年轻时是个舞蹈演员，身材高挑，长相出众。一次内部演出，她被我爸看中，成为他庞大女友团中的一员。不同于其他目标明确的捞金女，我妈在长达半年的相处中，竟然生出了几分真感情。她也知道他们之间不会有结果，因此在得知自己怀孕之后，立马不辞而别，从此消失在她的世界。你别怪我，我只是想要个孩子而已。当年为你怀孕的女人那么多，你无一例外，全都压着他们上了手术台。我也知道自己不配，所以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。如今昭昭也大了，不需要你费多少心，只希望你能看在血脉亲情的份上，对她稍加照拂。鉴定结果出来，我的确是李成化的亲生女儿。他很高兴，当天晚上就带着我回到李家。由于身体原因，李成化已经退居二线，如今当家做主的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李兴金。李兴金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可整个人自带威严，让人不敢接近。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时刻告诫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。吃饭时我小心翼翼，面对满桌珍馐，压根不敢动筷。老头，你没跟他说吗？李兴金突然开口，吓了我一跳。他竟然把自己的亲爹叫老头。李成化笑而不语。李兴金毫不客气地丢给他一记白眼。这老头年轻时做的孽太多，老天爷看不惯，罚他一个人孤独终老。他一辈子没结婚，我和你一样，也是私生子。什么？我惊讶地张大嘴巴，半天说不出来话。所以你大可以放心，在这个家里，没有谁比谁高贵。李兴金说完，起身离去。我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。哥哥每日忙于工作，爸爸满世界潇洒，大部分时间家里就只有我一人。我每天上午去疗养院看望妈妈，下午和佣人们一起在家里鼓捣美食，修剪花草，日子过得安详又惬意。哥哥曾问过我，是否愿意进入李氏集团工作，我思考良久，最终还是拒绝了。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去了大概率也只是添乱。他倒是没有强迫我，反而给我开了一张无限额的黑卡，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。我能说我最想做的就是混吃等死，当米虫吗？为了不与社会脱节，我拉着缇娜一起开了一家以轻食为主的餐吧。这姑娘在老家待了2个月，被爸妈360度无死角关怀，整个人都快抑郁了。她得知我的新身份，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。老天爷，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！我竟然和首富的女儿成了闺蜜。我笑着拍拍她的脑袋，提醒她不要做梦，赶紧干活才是正理。餐吧开在江城地标大厦的顶层，吸引了很多名媛白领光顾。圣诞节这天，店里人满为患，我只能换上工作服去前厅端盘子。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之时，一个挺着孕肚的摩登女郎出现在我面前。目光交汇之时，我俩皆是一愣。赵昭，秦轩捂着嘴，笑得十分夸张。没想到你离开秦氏，竟沦落到这般田地，好歹也是个大学生，跑到餐厅端盘子，你真不觉得丢人？丢人？我只觉得晦气。为了自家的招牌，我只能强颜欢笑。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，没什么好丢人的。秦总请坐，我马上叫人来为您点餐。站住！秦轩皱着眉头，满脸不忿。身为服务人员，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。你信不信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连这份工作都保不住？我心中诧异，秦大小姐往日走的可是高冷路线，
怎么结婚之后像是变了个人，婆婆妈妈不可理喻。亲爱的，你不是饿了吗？赶紧点餐呀！和一个服务员废什么话？姗姗来迟的邹磊一开口就让我感到一阵生理不适。大过节的，让我干活就算了，还要撞见人渣，真是倒霉他妈！给倒霉开门，倒霉到家了！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他可不是普通的服务员，而是你的老相识，好不容易见上一面，你们要不要坐下来叙叙旧？邹磊见到我，先是一愣，而后眼中便浮现出一丝愠怒。赵昭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心里默默哀叹，这夫妻俩真是绝配，一个心下，一个眼盲，工作挣钱。邹磊咬牙切齿，仿佛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好，你可真有出息。秦轩冷冷一笑，怎么，你心疼了？要不我发发慈悲，把他招回公司，给您当贴身助理。邹磊一个机灵，连忙换了一副面孔，扶着老婆坐下。亲爱的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就算上街要饭，我也不会给他一个钢镚。秦轩轻嗤一声，指了指杯子，示意我给他倒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提醒自己是老板，要有大局意识。然而这位秦大小姐打定主意要让我难堪，杯子还没碰到嘴，就反手泼了我一脸。我可是孕妇，你拿冰水给我，是想害我流产吗？让你们经理来，我要投诉你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店里的客人纷纷侧目，同事们也全都围过来。我没事，你们忙去吧，不用管我。我语气坚决，众人不得不听。对不起，秦总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您消消气，我给你换一杯热的。得了，你敢倒我还不敢喝呢，万一你在水里偷偷加点东西，我找谁说理去？秦轩起身朝外走，邹磊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，连忙跟了上去。等我换好衣服，出门采购的缇娜才姗姗而归。可恶，欺人太甚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们算账。他看完监控，气得七窍生烟，要不是我拦着，只怕要带着后厨20余口打上门去。好了，消消气，我真的没事，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。难道你还能再咬回去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，保证让他们悔得肠子都青了？我笑着摇摇头，只有放不下的人才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过得比前任好。如今对我而言，他们与陌生人无异，不管做什么都伤害不了我。时间飞逝，餐吧逐渐走向正轨。我正琢磨着给自己放几天假，李兴金突然开口，让我陪他出席一场晚宴。这可难倒了我这个重度社恐，本想找理由推辞，可他直接让人把礼服送到家里，还安排了专门的化妆师为我打扮。罢了，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大不了就做一晚上的哑巴，有他在，估计也没人敢嘲笑我。晚宴设在江城最豪华的7星级酒店，出席的宾客身份显贵，不是名流就是巨富。李兴金一边交际，一边向众人介绍我。李家人丁单薄，冷不丁冒出一位大小姐，着实让人感到有些吃惊。我秉持着既定的原则，微笑、握手、点头3部曲，一直坚持到主人家现身。看着台上那2张熟悉的面孔，我后知后觉，这竟然是秦家为孙子办的满月宴。我下意识地躲到李兴金身后，却又被他一把扯了出来，睁大眼睛，好好看戏，看戏。我踮起脚尖，左顾右盼，也只看到前凸后翘，浑身散发母性光辉的秦轩，以及站在他身边低头耸脑，模样萎靡的邹磊。秦轩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感谢丈夫相濡以沫，最后感谢可爱的小天使，让她的人生变得完整。煽情的背景音乐响起，
他抱起襁褓中的孩子，接受众人的道贺。我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，赶紧伸手揉了揉，可粉色的襁褓中漆黑一片，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。摄影师显然也有同样的疑惑。一束追光打在秦轩怀里，受惊的婴儿张开嘴巴，哇哇大哭。老天爷，他竟然生了一个黑人宝宝，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满堂宾客一片哗然。秦轩对此毫不在意，把孩子塞到邹磊怀中，拉着他挨桌敬酒。邹磊的脸简直比怀里的婴儿还黑，偏偏还有一些惹不起的贵客拿他开涮。邹总，真不愧是亲生的，你女儿长得和你如出一辙，长大了肯定是个美人胚子。没错，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邹总真是好福气。邹磊浑身僵硬，脸上还要强撑着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看起来着实有些可怜。眼看三人朝我们这一桌走来，我赶紧低下头。秦轩见到李兴金，眼前一亮：“李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该死的秘书竟然没通知我，招待不周，请您见谅。秦家后继有人，我当然要来祝贺。听闻秦家有祖训，所有的家产都由长子长孙继承，不知是否属实？”“没错，这孩子长大以后就是秦家的主人，到时还请李总多多关照。”秦轩笑得合不拢嘴，邹磊却浑身一颤，险些把怀中的婴儿跌到地上。秦轩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头笑眯眯地望着我。李总今日还带了女伴来，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次，不知是哪家的小姐，竟有如此殊荣。秦总别误会，这是我妹妹，从小流落在外，最近才接回家里。她胆子，你可别吓着她。秦轩捂着嘴，发出一声夸张的尖叫：“天哪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李总，您应该办一场认亲宴，向全世界宣告李小姐的归来。”“对不起，秦总，我姓赵，不姓李，原谅我，实在忍受不了这个女人的寡造。”不得已抬起头，露出一个标准的假笑。秦轩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立马变了脸色：“赵昭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是谁把你放进来的？我绝饶不了他。”李兴金收起笑容，眼中闪过一丝狠戾：“秦总是聋了吗？她是我妹妹，自然是我带进来的，有什么问题？你尽可以冲我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饶不了我。”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秦轩瞬间慌乱无比。李家是秦家不可攀附的存在，放眼江城，他唯一不敢得罪的就是眼前这个男人。“李总，你确定她真是你妹妹？这个女人奸诈狡猾，你可不要被她骗了。”“够了！”李兴金拉着我站起身：“这就是秦家的待客之道，恕李某不敢苟同。以后有秦总的宴会，我不会再出席，还望众位周知。”李兴金虽然不苟言笑，可还是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原本热闹的宴会瞬间变得安静下来。“对不起，李总，是我冒昧了，我向您道歉，求您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”秦轩急得直跺脚，李兴金却是片刻不停，拉着我朝门外走去。“昭昭！”邹磊如梦方醒，将手里的孩子还给秦轩，朝我飞奔而来。“昭昭，你是专程来看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想告诉你，从头到尾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人。我想求得一份荣华富贵，给你最好的生活。可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。我们在一起5年，点点滴滴我都铭记心头，还有我们一起建立的小家，我一直保持原样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还会回来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求求你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”
我耐着性子看他发疯，心中只觉得无比可笑。你说完了吗？我指指他的身后，秦轩的2只眼睛几乎快要冒出火来。娇妻爱女，可是多少男人梦寐求的生活，邹总要学会知足。不，傻子都能看出那不是我的女儿。这个女人就是个变态，自己私生活混乱，却把我当贼一样防着，和她生活的每一分每秒都是煎熬。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邹磊话音刚落，一声巨响传来，原来是邹父邹母偷偷从老家赶来看望孙子，却被这个油亮的黑娃吓得肉颤心惊，双双晕倒过去。哥哥，谢谢你！跑车飞驰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。李兴金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，笑容之中满是宠溺。我好不容易有个妹妹，自然不是给人欺负的。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一个都别想好过。在李兴金的围追堵截之下，秦家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很快便支撑不下去。生意人讲究体面，秦父能放任女儿如此胡闹，说明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已失去控制权，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。聪明人都避之不及，谁还敢和他做生意？为了躲避债主，秦家决定退出江城，移民非洲，去投靠黑娃的亲爹。临走之前，秦轩设计与邹磊离婚，将5000万债务转移到他身上。邹磊豪门梦碎，又被债主追杀，简直生不如死。他没日没夜地守在餐吧门口，祈求能再见我一面。我可不想脏了自己的眼，将生意全交给缇娜打理，转身带着妈妈出国散心。天下之大，只要远离渣男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北大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，前男友和我家司机的女儿好上了。他坐在我家的迈巴赫上说，他才是他的真爱。我说，王叔，这个车脏了，你找个人卖了吧。转头直接将他和他新女友的照片扔在了高中校园大群里。我和正正是高中同学，高中的时候偷偷背着家长来了一段自以为甜蜜的恋爱。在高考前一天，我们约定好以后一定要考上同一个大学，然后毕业结婚生子。我为了和正正上同一个大学，恋爱脑上头，将高考题做错了很多，只能报一个不高不低的学校。没想到正正超常发挥，考了一个985。在取录取通知书的当天，我哭着来找正正，正正，我不想谈异地恋。正正直接带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，还有他的新女友站在我的面前。鱼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们不会有未来的。我震惊地看着他的新女友，这不是我家的司机王叔给我看过的他女儿吗？我正要说话，正正就直接转身。鱼，直白点告诉你吧，你配不上我。依依家里有迈巴赫，你家有吗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。下一秒我就重生了。看着试卷上的所有题，我冷笑了一声，恋爱脑，滚吧。为了给这对狗男女一个惊喜，我发挥了我此生最好的演技。看着正正和我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心不在焉的模样，我平静地支着头。原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端倪了。之前的我是瞎了眼了吗？刚看完电影，正正就直接说着，鱼，我有些事要先走了，改天再陪你出来玩吧。说完还不等我回答，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。我知道他肯定是去找他的新女朋友了。我跟在他的身后，也许是要见到新女朋友太过激动了，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跟着他。看着女孩子从我家的迈巴赫上下来，我扬了扬眉，看来这个迈巴赫也不能要了。两人一起逛了街，买了包包、衣服、鞋子，还都是情侣款。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
每次说起用情侣款，他都一脸嫌弃，这样也太幼稚了。我们各穿各的不好吗？我就以为是他不喜欢，谁知道人家不是不喜欢，而是不喜欢和我一起穿。我一张张的拍下照片，拍照片的路上，顺带还买了几身衣服、几双鞋子、一杯奶茶，比他们去的店高档了好几倍。两人一直逛到晚上11点，看着两人离开，我直接打了个辆车跟上去。看到目的地，我笑了。酒店，他还玩得挺嗨。我刚刚下车，拍了一张两人一起进酒店的照片，正要跟上去，忽的身子就被重重地撞了一下，我的手机啪的一下子掉在了地上。对不起，一道十分好听的声音响起。我顾不上面前的人，急急忙忙的矮身，把手机拿起来，幸好只是手机屏碎了，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损坏。我抬头，你怎么走路不？我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男生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凶你。他的眼睛怎么红了？男生看着我，急急忙忙地摇头，没事。你的手机屏幕摔碎了，是我的责任，我带你去修吧。我朝着酒店看过去，两人已经没有了踪影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修就好了，反正这手机也是为了和正正配情侣款偷偷买的，当初看着有多欢喜，现在就有多恶心。等事情解决了，我就直接换了。不行的，面前的人急忙否认，急切地说着，这件事是我的责任，我要负责。我还想拒绝，但是对上他真挚的眸子，还是妥协了。好，听到我同意了，他立刻笑了起来。我抬头，被他的脸晃到了。他长得很帅，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，很是白皙干净，对上我的眸子，似乎有些很不好意思，别过头，耳根和脖梗都红得彻底，莫名的有些可爱。附近有一家修手机的店，正要关门，他跑进去，快速地出声：“不好意思，您这里还能修手机吗？”店家顿时摇着头：“不行，我要关门了，我媳妇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。”我正要说不用了，他立刻出声：“老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加钱，这个手机很重要，真是麻烦您了。”老板看了我两眼，最后还是点头：“行吧。”顺便还碎碎念：“你们这些小年轻啊，非要这么晚出来约会，也不怕父母担心。”约会，我急忙要辩解，就瞥到了他耳根比方才更红了，快速解释着：“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。”老板也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哈哈哈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两个一个长得帅，一个长得漂亮，我误会了。”老板的动作很是娴熟，不出一会儿就修好了。他付了钱，方才带着我走出来，十分抱歉地看着我：“不好意思，是我的错。”我看着他：“没事，不怪你，也是我没有拿稳手机。”他直接将手机拿出来，脸颊微红的把自己的二维码调出来。我叫齐豫，如果手机还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直接和我说，我来负责。我想要推脱，但鬼使神差的还是加了微信。回到家里，洗好澡，看着正正的微信，我强忍着恶心，直接复制了之前的聊天对话：“正正，你回家了吗？”那边很快就回过来：“回了，我有些累，先睡了，不要给我发消息了。”好，我扮演着一个十分乖巧的女朋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当我提出见面，正正就以各种理由推脱。推脱的理由我再明白不过。看着手机上的位置移动，我打开手机，拨出电话，告诉对方位置。不出一会儿，手机上就收到很多张照片，专业的就是好，拍摄的角度都是精心选择过的，将两人之间的亲密状态暴露得一览无遗。我每天晚上的调味剂就是这些照片。很快就到了拿录取通知书的这一天，我精心化了一个妆，
看着我的北大录取通知书，勾了勾唇。终于到打脸的时候了。我下了楼，正好看到坐在沙发上喝水的王叔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王叔，你最近好像有点忙啊，好几次我想用车都没有找到车。”王叔急急忙忙站起身来，眼神闪烁，有些心虚地出声：“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些天我爱人在医院生病了，所以就用车勤快了些，以后一定不会了。”我看着面前的王叔，轻轻笑了一声：“没关系，王叔，你也在我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了，你的为人我们还是了解的。经过这件事情，也确实了解的差不多了。以前还觉得王叔老实肯干，在他每次说家里经济条件差，想要涨工资的时候，家里都给他涨了。没想到竟是喂出了一个贪心的白眼狼。哦，对了，王叔，你最近有没有见到有人进出我的房间？我的好几件衣服好像都不见了。”我不经意地开口。前段时间，我莫名地发现衣柜里的好多衣服竟然悄无声息地不见了。一开始还以为是阿姨拿去洗了，但是最近2天数了一下，发现丢的都是那些有着名牌 logo 的衣服，那些爸妈专门找设计师设计的，只有简单角标的衣服，却是一件都没少。我旁敲侧击问过阿姨，阿姨想了想，好像看到老王前几天上来过，说是给小姐你拿东西。王叔听到我的问话，脸颊憋红了，急忙说着：“没有，小姐可以问问郑阿姨他们，我一个大老粗，平时也就开车，都不去小姐的房间的，是吗？”我轻笑了一声，看着他拙劣的谎言，倒是觉得有趣极了。王叔，我想去做个美甲，你送我去姚姐那里吧。王叔看着我，有些惊慌失措。那个，小姐，我待会儿要去看我爱人，不知道您可不可以？哦，待会儿王叔要去看阿姨吗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面前的王叔，十分冷静地出声：“那我也一起去吧。您来我家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爸妈最近在忙生意上的事情，都没有顾及到。正好我也毕业了，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忙了。我陪您一起去看看阿姨，顺便买点水果送过去。”听到我要去看，王叔肉眼可见的慌了，额头上的汗都多了起来，慌乱地说着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怎么能麻烦小姐呢？我爱人也就是一点小病，马上就好了，那怎么可以呢？该有的礼数还是不能少。”我抬步向前走过去：“走吧，王叔。”站在车旁，王叔一脸心虚地走过来，打开门：“小姐，这是谁的东西？”我的手指慢悠悠地拿起一支口红，看向一旁的王叔，看色号，应该是他女儿的。王叔惊讶地看着我手里的口红，似乎也没有想到他女儿会把口红落在车上，慌忙解释着：“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是我爱人的口红。前几天他想要一支口红，我一个大老粗什么都不懂，只好随便买了一支，后来怎么也找不着了。看我这个记性，竟然是落在了车上。”我看了一眼口红，递还给王叔，意味深长：“王叔，这支口红太过于年轻了，不适合阿姨，下次还是不要听导购忽悠了。”是，都听小姐的。坐在车上，看着车窗外倒退的风景，我拿出手机来，看着手机上正发来的消息：“你什么时候到？看来是等不及，想要向我摊牌了。”我摁灭手机，将手机随意地扔到一旁。等着吧。我坐在车上，看着王叔开车去的方向，状似疑惑地问着：“王叔，这条路好像不是去医院的路啊？”王叔紧张的手都在抖了：“小姐，真的不用麻烦了，您的事情最重要。我爱人这2天也好多了，就不劳烦小姐了。”我好笑地靠在后背上：“王叔，
您这个样子好像有点心虚呀。红灯，王叔猛地一个刹车，我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，眉眼凉下来。王叔，怎么了？王叔胆战心惊地出声。没什么。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，吓了我一跳。小姐真是会说笑，我怎么会心虚呢？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没做什么亏心事。我看着窗外，勾唇，谎话说多了，怕是连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假了。姚姐是专业的美甲师，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认识，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。得知她开了一家美甲店之后，我时不时的去找她玩，但是因为之前还是高3的学生，没有做美甲，这次也算是第一次做美甲。姚姐看到我来，顿时开心坏了，将我安在椅子上。你这双手啊，我可是馋死了，又细又长，甲型又好看，等做好了，我要发朋友圈。我笑着，好啊。我挑了一个带着很多钻石的美甲，钻石是我亲自带来的，是爸妈之前出差的时候给我带回来的。美甲的时间很长，我的手机已经响了10几次。姚姐抬起头来，有些好笑地说着：“男朋友催了。”我随意地嗯了一声。姚姐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鱼，听姚姐一句话，你这个男朋友啊，可不是什么好菜。我和正正曾经在一起被姚姐撞到过，上次她也这么说的，可惜我没有放在心上。这次我笑着说：“姚姐，我知道了。”终于，正正等得不耐烦了，直接给我打电话。我刚刚接起来，斥责声就直接从听筒里钻出来：“鱼，你没有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在我们约定好的地方等了你足足1个小时了？”我冷笑了一声，声音却是软糯撒娇：“正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情耽搁了。今天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我用我所有的零花钱给你买了你之前最喜欢的那双鞋子，你再等我一会儿好不好？我肯定很快到。”正听到我给他买了鞋子，语气终于好了许多。半个小时，然后便直接挂了。你真要给他买鞋子？鱼，你是不是？姚姐无奈地看着我，想要劝解。不会的，姚姐。我抬头，刚刚撒娇的语气早已不见了。想要我给他买鞋子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顺带，我要把我之前给他的东西一并通通拿回来。姚姐看我真的没有恋爱脑上头，便也没有再劝。做完美甲，已经到了下午，期间正又给我打了4、5个电话，我一概没有接。之前都是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不接，忍了大半个月。我抬手看了眼自己做好的美甲，漂亮极了。这次到我了，王叔已经不在了，大概是去接他心爱的女儿了吧。我随便打了个1辆车，直接去了餐厅，先吃个饭。坐在餐厅里，点好菜，正准备吃，就听到旁边的座位上一道女孩子的声音：“祁煜哥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”祁煜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？还没等我想起来，后面的人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暂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”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立刻确定，就是昨天我遇到的那个祁煜。女孩子还不死心：“祁煜哥哥，我可以等你，但是你答应我，不要喜欢别人好不好？”“对不起，我不能保证。你很好，可是我们不合适，实在抱歉。”听着他十分有礼貌的拒绝，我点点头，不喜欢的拒绝得很干脆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，也不给不喜欢的人一点点错觉，这样对所有人都好，不像正这种渣男，令人作呕。女孩子似乎受到了伤害，直接站起来，朝着洗手间跑过去。祁煜也站起身来，准备离开。刚刚走了几步，我们俩的目光就撞到了一起。我看着他的脸颊，
肉眼可见的直接红了起来。我什么都没有做吧？你一直在这里吗？他有些羞赧地看着我，我也有些不好意思。刚刚不是我故意偷听的，实在是没挡住。毕竟2张桌子离得实在是太近了，他的脸颊更红了。那个是我的学妹，我和她没什么关系的。你相信我？我看着他焦急解释的模样，忽地笑起来。我相信，毕竟他刚刚拒绝的话说得很清楚。他看着我笑起来，眉眼清朗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吗？我点点头。你吃好了吗？他出声。你吃完饭要去哪里吗？我想了想，是图书馆。真的吗？他的眸中迸发出满满的惊喜。我也要去，一起去吗？我犹豫了一瞬，看着他的脸，我可耻的同意了。好，谁能不喜欢帅哥呢？他就这么坐在我的对面，看着我吃饭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刚刚准备出声，就对上了他看向我的目光，里面像是有星辰闪烁，对上我的眸子。他急急地低头，拿起手机来。你吃饭，我不看你。然后耳根和脖梗又红了。我将胳膊撑在桌子上，看着他脸红的模样，生了逗弄的心思。祁煜，你的脸好像红了，明明刚刚还那么高冷地拒绝女孩子，现在怎么这么可爱啊？他的手立刻抬起来，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似是摸到了滚烫的热意，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，不敢看我，落荒而逃。我去一趟洗手间。我坐在座位上，一下子笑出声来。等祁煜回来，我也吃得差不多了，站起身来，一起走出餐厅，打了个车，直接去市图书馆。远远的，我就看到了站在门口已经等得不耐烦的郑郑，手机都要被他打爆了。距离图书馆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我出声：师傅，麻烦停一下车，我就在这里下。祁煜转过身来，似是有些意外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要不要我陪你一起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，谢谢你。我婉拒了他的好意，径自下车。祁煜有些欲言又止。鱼，你在搞什么？我等了你整整3个小时，说好的很快到呢，你什么意思？刚刚走过去，郑郑就直接发难，眉眼中满是怒气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面前的郑郑，忽地笑了声。还能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把你脸打肿的意思。我的手指搭在手臂上，随意地说着。我记得有一次你说要去游乐园玩，我从早上等到下午，连厕所都不敢去，生怕错过你。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我想了想，你说让你等等怎么了？不就是起晚了吗？至于吗？一天天催命一样。看着郑郑难看下来的脸色，我上前一步，看着他，带着挑剔的眼光，从上看到下。郑郑顶多也算是个清秀，身高一般般，脸一般般，学习成绩一般般，所以我为什么会看上他？看来我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了。怎么，这些事情你做的，我就做不得？郑郑，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郑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眸子瞪大，似乎从没有想过我会这么说。鱼，我怎么了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面前的郑郑，很奇怪，有些人总是仗着你对他的好为所欲为，但却不允许你将他对你做过的事情对他做一次。我低头看着地上，试图找些东西。郑郑气愤地出声：鱼，你找什么呢？我抬眸，声音无辜：自然是在找你的厚脸皮呀。我想看看地上哪里有剪，我也剪一张来贴在我自己的脸上。郑郑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鱼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吗？我不太了解。郑郑看着我身上的穿着，眸中露出不经意的嫌弃。我的鞋呢？他倒是记性好，还记得我说要给他买鞋子。在这儿啊。我将手里的鞋盒提起来，
正正看着上面的标志，眼睛顿时亮了，急忙就要拿过去。在手伸过来的一瞬间，我顿时将手抽开，想要。正正脸上挂不住，大声地说着：“鱼鱼，你做什么？”我看着他，十分无辜地出声：“本来一开始是想给你买鞋子的，但是我去了一看，我发现好像给我买鞋子更划算。”说完，我就打开了鞋盒，里面是一双女鞋，我的尺码。当着他的面，我将鞋拿出来换上，抬眸：“不好意思啊。”正正都要气疯了：“鱼鱼，你竟然骗我，有吗？”我十分柔和地解释着：“我确实一开始是想给你买的，可是后面又改变主意了，这怎么能是骗呢？顶多就是读书人改变主意的事情。鱼鱼，实话和你说了吧，我根本没有报和你同样的大学，你死心吧，我是不可能和你一起上大学的。”没有得到鞋子，正正干脆装也不装了。正好，我也不想和你上同一所大学。正正看着我，满眼都是蔑视：“鱼鱼，就你这样的，根本配不上我。”说完，就直接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拿了出来，将上面的名字给我看，好好看看吧。然后直接塞到了我的手里。我看着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，抬起头来：“很厉害吗？”正正立刻嗤笑出声：“像你这种只配上破学校的，当然厉害。顺便告诉你，我们分手了。”正正的手机正好响起，接起电话来，那边的女声清晰地响起来：“正正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来了。”正正急忙回头，看到一辆车开过来的时候，顿时飞快地挥着手：“依依，我都等你好久了，你不是说想去游乐园吗？我都买好票了。”那边的声音立刻应着：“我看到你了，我马上下来。”我转身就看到不远处，我家的迈巴赫开过来，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子从车上下来，飞快地跑进正正的怀里。正正，我看着站在面前的两人，唇角一点点勾起来，这一幕真是分外熟悉呀。正正，你都处理好了吗？女孩子朝着我看过来，眉眼中是几丝蔑视。我看了一眼她身上穿着的衣服，我的尺码，她穿着并不是很合身。我很有闲情地想着，待会儿如果让她脱下我的衣服，她该是什么反应呢？正正看着她的衣服，又看了看不远处的那辆迈巴赫，眸中满是贪婪。“依依，我都处理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说完，正正转过身来，一下子将我手里拿着的录取通知书拿走。“鱼鱼，你这辈子也就只能这样了。”我低头笑了一声，看着正正和女孩子直接走到迈巴赫上的身影，我也十分优雅地走过去。正正转过身来，看到我还跟着，顿时露出满满的鄙视：“鱼鱼，你跟着我做什么？我都告诉你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再跟着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依依才是我的真爱。姐姐，你们已经分手了，可以不要跟着正正了吗？这样我会吃醋的。”一旁的女孩子十分温柔地出声。我用关怀智障的模样看着两人，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一个想傍富婆，一个装富婆，希望他们这辈子老老锁死。我眨了眨眼，掐着嗓子学着女孩子说话：“啊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是来坐我自己的车的呀，就你还有车，哈哈哈哈哈！鱼鱼，别打肿脸充胖子了好不好？姐姐，你的车在哪里呀？”女孩子四处张望着，看到一个东西，忽地抬手：“姐姐，那是你的车吗？”我转头看去，是一辆共享单车，身旁的正正已经笑出声来：“鱼鱼，原来你是骑共享单车来的呀，真寒酸。”我忽地笑出声来，共享单车可比二位值钱多了，起码我是花了钱的呀，不像二位，可是一分钱没花呀，还想着白嫖，你说呢？依依，女孩子听到我叫起她的名字，
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，急忙否认着：“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这就是我家的车。”说完，就急急忙忙地打着电话：“爸，你在哪儿啊？快回来！今天好倒霉，遇到一个穷女人。”那边的声音宠溺：“好好好，我马上回来。”看着坐在车里的两人，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。我这也算是为他们最后一次坐这个车留念了。正嗤笑着，一看就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，竟然还拍照。你也不嫌丢人？我扶了扶墨镜，你自己都不嫌丢人，我怎么会嫌丢人呢？爸！女孩子呼的出声，整个人飞快地朝着前面飞奔过去。我转身看着不远处走过来的王叔，扬了扬眉，竟然还换了一身西装。正已经快速下来，十分有礼貌地走过去，谄媚地出声：“叔叔好。”王叔开心地应了几声，抬起头来，正好对上我的目光。他手中提着的东西落地，我笑了：“我有那么可怕吗？”王叔的手抖得不像话：“小姐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呢？”王叔今天穿的挺好看的。王叔额头上的汗一层一层的落下来，想要上前，却又不敢。“不是，小姐，您听我解释。”“爸，你怎么认识她？你要和她解释什么呀？她不过就是个穷人家的女儿，你怎么叫她？”“你闭嘴！”王叔转过头，害怕的瞳孔都在震颤，急忙出声斥责自己女儿。王叔快步走过来，脸上似乎有些挂不住：“小姐，这件事情我回去给您解释，好吗？”我看着他，神情中没有一丝同情。“王叔，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。”“小姐，我就是一时虚荣心上头了，小姐你原谅我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。”王叔急得要上前来抓我的衣服，我退后一步：“王叔，你知道我家的底线，只要人忠厚老实，我们从不吝惜任何的钱财，反之什么都得不到。”“爸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女孩子飞快地走过来，害怕地看着我。我抬手：“钥匙。”王叔颤抖着手将它给我，还想求情：“小姐，您就念在我是初犯的份儿上。”我拿起手机，直接打了一个电话：“爸，让张柱来一下时代广场。”女孩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一张脸白得彻底，看着我，眸中满是害怕。张柱很快就到了，快步走到我的面前：“小姐，怎么了？”我抬手将手里的钥匙递给他：“把这辆车卖了，换辆车。”张柱有些惊讶：“小姐，这辆车不是去年老板送给您的生日礼物吗？”我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三人，我觉得脏。顺便，我将手机的监控视频打开，里面赫然是王叔进出我房间的记录。进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出来的时候却提了一个箱子。“王叔，这些衣服的价格我会让张柱核算一下，发到你的手机上，到时候直接转钱给我。”张柱这个时候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看着女孩子身上穿着的衣服：“小姐，这些衣服都是老板和夫人专门从国外带回来的，有的国内都没有货，保守估计应该不低于500万。”“什么？”女孩子大声地叫着：“怎么可能？”我站在他们的面前，轻笑了声：“怎么不可能呢？妹妹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想着偷别人的东西呢？想不还也行。第一种办法，报警。”王叔吓坏了，急忙跑过来：“小姐，求您不要这样，我这就把衣服还给您，求您不要报警啊！”“不必了。”我淡淡的扫了一眼不远处穿着我的衣服的人，我觉得脏。既然您接受不了第一种办法，那就第二种。在他们的目光中，我悠悠开口：“脱下来！”“你欺人太甚了！”女孩子难以忍受，大声地叫嚷着：“我欺人太甚！”我步步靠近着面前的几人，看着步步后退的几人，
手指轻轻地拉住他衣服的一角，一字一顿出声：“坐我的车，冒充我的人，偷我的衣服。”两相对比之下，貌似你更加欺人太甚吧，妹妹。女孩子的脸色苍白，全然没有了刚刚的气焰，死死地咬着牙：“脱还是不脱？”我转身朝着张柱的车上走过去，坐在后排，挑起墨镜：“3天不还钱就报警，自己掂量吧。”张柱已经上车，打了个电话让人来提车。在车即将启动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猛地跑过来，紧紧拉住我的车门。鱼，之前是个误会，鱼，我们不分手了好不好？我完全是受了那个女人的蛊惑，她骗我说自己是个有钱人，所以我才，求你原谅我。我转头看着一旁的正，忽地想起来，哎呀，顾着收拾冒充我的女孩子，忘了收拾这个渣男了。幸亏他还没走，不然我岂不是还得再来一趟？我让张柱打开车门，推开车门下车。正看到我下了车，开心坏了，整个人急忙走过来：“鱼，你原谅我了是不是？”我就知道你肯定是。啪！我抬手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脸瞬间被我打歪过去，脸上印着清晰的5只手指印子。我爽了，忍了半个月了，手终于不痒了。鬼知道我每天看到他的时候有多么想来2耳光。我转身：“郑同学，待会儿我会将所有的礼物清单都列出来，让人发到你的手机上，和那个小妹妹一样，3日内归还，否则折价赔偿。”鱼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些东西是你送给我的，你怎么能要回去？正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坐在车上，摇下车窗，看着面前的正，唇角轻扬：“你都说了，是我的东西，以前给你是我愿意，现在收回来也是。另外，我为我曾经对你付出的感情而觉得不值。”张柱，走吧。眼看着车要开走，正立刻跑过来，拼命地拉着车窗：“鱼，你是在开玩笑的对不对？我们的感情这么好，你怎么可能和我分手？”鱼，相信我，我是爱你的，都是因为那个女的，我这就和她分手，你相信我呀。看着她凑在我窗边的脸，我实在是没忍住，啪，又是一个嘴巴子。看着她左右脸十分对称的手指印，我的强迫症都治愈了。看着她愣在原地的模样，我十分平淡地将我的包打开，把北大录取通知书拿出来，放在她的面前。看清楚了吗？傻逼！我的车扬长而去，在车上，我删除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，顺便将手机号码都拉黑了。看着清清爽爽的界面，我舒服极了。晚上回去，正好爸妈都出差回来了，看到我回来，激动极了。鱼，快，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，给爸妈看看。我看着面前的爸妈，有些为难地说着：“爸妈，我考得不是特别好。”爸妈看着我，立刻瞪大了眸子：“我女儿无论考多少都是好的。”对，没关系，考得不好就等毕业了直接去爸妈公司工作，爸妈养你一辈子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从包里拿出录取通知书。那好吧，给你们看。看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，爸妈明显愣住了。我的老父亲颤巍巍地抬起头来：“那个女儿啊，造假证可是犯法的。”一旁的老母亲顿时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他的身上：“胡说什么呢？女儿怎么可能造假证？再说我就打死你！”说完就转过头来，十分和善地说着：“女儿啊，告诉妈妈，这是谁的录取通知书啊？咱们还给人家，别闹了。有点亲情，但是都不多。”我无奈地将里面打开，指着上面的名字：“爸妈，你们好好看看这个名字是谁的。”我去，我是不是眼睛花了？两人同时开口：“
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惊讶的老父亲和老母亲。从小我家就奉行的是快乐教育，从来不为成绩论，只要养成正确的三观就好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，也感谢上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和爸妈说了王叔的事情，他们也赞成我这么做，只是惋惜，一个好好的老实人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只能说，时间会改变一切。我刚洗漱好，躺在床上，一条条消息就直接蹦了出来。不好了，鱼，那个狗东西竟然去年级大群说你是个渣女。鱼，快去看年级大群。鱼，你和正正不是男女朋友吗？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？看着层出不穷的消息，我打开年级大群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99加了。果不其然，正正这个狗已经在里面狂吠了很久了，恨不得口诛笔伐，直接将我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看着他声泪俱下的形容，要不是我是当事人，都要被他感动了。真是好一个惊天动地的傻逼！我不发一言，直接将所有的图片都扔到了高中校园大群里。年级大群算什么？咱们去校园大群见啊！顺带我还捏了捏嗓子，学着今天那位小妹妹的声音，嘤嘤嘤，呜呜，啦啦啦，怎么说的来着？尝试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强能听得下去的声音，抽噎哭泣，将我和正正的早恋故事描述得如何的让人神往，如何令人开心。可就在我满心期盼着和他规划着未来的时候，他劈腿了。劈腿者人皆砍之，甚至他还带着他的新女友来我的面前示威，而我如何的伤心欲绝，难过失落，生生气血。沉寂了许久的校园大群沸腾了，有理有据，有文字，有语音，有照片，有录音，简直可以称得上当代雷神之锤。正正估计也没有想到我会准备的这么齐全吧。本来我打算将这些照片留着，只是当做一个乐子看看的，没想到他直接找上门来犯贱，那我必然不能让他这么脸颊空空的回去。现在正好是高一高二期末紧张的时候，这个爆料一出，大家都冲了出来，我去，这是什么绝世大渣男，竟然还想倒打一耙学姐，谢谢，以后锤人就按照这个模板来，看得真爽。不得不说，听到那位学长的语音，我呕了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？比起年级群的规模，校园群可是大多了。我让正正在整个学校出名，他还得感谢我。刚要关上手机，一个电话就直接打了过来。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，我有种预感是正正打来的。他倒是不傻，知道换个陌生手机号码给我打。正好我现在心情不错，接起电话。果不其然，刚刚接起电话，正正就歇斯底里：鱼，你什么意思？把我毁了？你很开心吗？我竟然没有看出来你是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孩子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我平静地躺在床上。正正，你以为在年级群里你说什么我没有看到吗？正正那边的声音一停，咬牙切齿：那又怎么样？鱼，都是你自找的。我笑了。正正，我已经把你年级大群里的所有言论都截图了，关于你毁坏我名誉的事情，到时候会有律师去和你谈，敢做就要付出代价。正正慌了。鱼，等等，鱼，我利落地挂了电话，顺便将这个电话也拉进了黑名单，真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将所有的东西都交给爸妈公司的律师。看着一大堆侮辱性的言论，爸妈都气炸了，恨不得直接冲过去给他2巴掌。坐在沙发上，老父亲突然出声：等等，女儿，你说这个男孩子叫什么？正正。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
顿时对了一个眼神，直接拿起手机来，把昨天手底下收到的那几个合作意向书拿过来。不一会儿，张柱就将东西拿来了。果不其然，在里面看到了正父母送过来的合作意向书。我扬了扬眉，这不是巧了吗？合作个屁！我的老父亲直接将合作意向书扔进了垃圾桶。什么东西？和狗合作也不和他们合作，垃圾！我急忙劝着爸，如果这是对您有利的事情，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让家里受损失。呵，老父亲讥讽地笑了声。这家小工厂一开始的时候做的东西质量好，价格低，服务态度也好，这些年做大做强，就开始以次充好，价格也提了不止1倍。这种黑心的工厂，爸妈本来也不打算和他合作，即使可以合作，爸妈也不会合作。敢欺负我的女儿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我看着爸妈冲过去，挤进他们的怀里。爸妈，你们太好了，傻孩子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两人一人赏了我一个脑瓜崩，好痛。后面不知道是律师的出面有了效果，还是正知道自己不是个人了，没有再来骚扰我。我给他买的那些东西也一并寄了过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至于王叔，上门来求了我爸妈好几次，让他打了欠条。快要开学，爸妈一早就帮我准备了一大堆东西。在开学前1天，爸妈将我叫出门，神秘秘地和我说：“女儿啊，爸妈给你找了一个在大学里能照顾你的人，出来见见，你肯定喜欢。”我十分无奈，爸妈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们怎么还……我的身子停在原地，有些惊疑地看着面前的齐豫。你怎么？齐豫看着我，脸又红了。鱼，好久不见了。爸妈看着我俩，有些惊讶。鱼，你不认识你齐豫哥哥了？齐豫哥哥是什么？爸妈看着我无奈地说：“我们小时候是邻居，我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去齐豫家玩，流着眼泪鼻涕，每天叫齐豫哥哥。齐豫比我大几岁，丝毫都不嫌弃我，每天都带着我一起玩。到后来，他们家因为有事搬家出国了。分别那天，我哭得歇斯底里，吵着要和齐豫哥哥一起走。为此，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没少吃醋。没想到这么刻骨铭心的回忆，我竟然忘了。看着齐豫，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尴尬。我只是依稀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哥哥，但是不知道他竟然就是齐豫。你齐豫哥哥现在可是北大的研究生，以后有他在，你上学我们也安心多了。我看着面前的齐豫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：“麻烦你了。”齐豫忙摆手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。”报到那天，齐豫帮我提着行李，一路带我到学校，交学费，去宿舍，搬东西，都是他在做，我在旁边就像个小废物。下午有新生会，齐豫带着我绕了一圈学校，叮嘱我有事一定要给他打电话。我应下来，回到宿舍，刚刚认识的舍友就围上来，好奇地出声：“鱼，那是你男朋友吗？好帅呀！”“鱼，你男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吗？这颜值也太高了吧！你们是以前的同学吗？”3人围着我，一人一句，让我有些忍俊不禁。“不是，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哥哥。”3人惊了，大声地喊着：“青梅竹马！”听着他们的调侃，我有些脸红。你们不要乱说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每天都奔波在教室、食堂、宿舍、图书馆中，用知识充实自己，正教会我什么叫做理智清醒，不寄希望于其他人身上，只有自己优秀了，其他优秀的东西才会纷至沓来。我竞选班委，参加一个又一个竞赛，忙碌而又充实。而这所有的时刻，我似乎也习惯了齐豫的存在，
看着坐在我旁边刚刚拒绝了一个女孩子的祁煜，我撑着脑袋：“祁煜哥哥，你也太冷冰冰了吧，人家女孩子都被你伤害到了。”祁煜转过头来，对上我的目光，耳根红彤彤的：“有吗？”我忽地笑起来，调笑着：“祁煜哥哥，你刚刚拒绝女孩子的时候，好像不是这样的哦。”耳朵怎么又红了？祁煜站起身来，落荒而逃。下午我来找你，一起去图书馆。我坐在座位上，哈哈大笑。我大3那年，祁煜升了博士，每天进出实验室，闲暇时间我就帮他带饭。刚刚走进实验室，里面的学长学姐就探出头来：“哟，小学妹又来给我们冷冰冰的祁博士送饭了。”我笑着：“对呀，请问冷冰冰的祁博士在哪里？”学长学姐大笑着，指着一个方向：“那边，那边。”刚刚说完，祁煜就从里面走了出来，看到我的一瞬间，眸中似有星光乍现。“鱼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抬手指着外面：“你的饭。”他立刻走过来，将我带出去。“好，我们去外面。”师兄师姐在里面起哄着：“祁博士，拿出你那高冷范儿啊！怎么在小学妹面前就变成小奶狗了？”祁博士，雄起！我转头看着已经害羞得不得了的祁煜，正要打趣，他的手一下子捂在了我的耳朵上，有些手足无措。“别听！”我们2个人靠得很近，呼吸相触，我的心脏情不自禁地快速跳动起来，手脚发麻，呼吸有些急促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抬头看他，他的手像是烫到了一样，飞快地跑出实验室。我抿唇，眉眼中满是笑意。几年过去，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。寒假，我和高中的朋友聚在一起。“鱼，你知道正正现在怎么样了吗？”正正听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，我摇了摇头，不知道。朋友立刻凑过来，一脸的幸灾乐祸。这家伙高考的时候运气好，上了一个好学校，但是跟不上学校的进度，挂了好几门课，都要被学校劝退了，还谈了几个女朋友，都是有钱人。玩玩他又分手了。还有他家，听说因为以次充好，货不对版，工厂环境特别差，对人家工人态度也不好，直接被曝光了。现在啊，估计也要破产了吧。我听着正正的遭遇，没有一点波澜，只是唏嘘，真是造化弄人。走出商场，一道身影忽地停在我们不远处，看到我的瞬间，顿时飞快地跑过来。“鱼。”我抬头看着面前的正正，比起高中，现在连唯一的优点清秀都没有了。朋友急忙拦在我的面前：“正正，你要干嘛？”正正站在我的面前，声音急促：“鱼，你家不是有钱吗？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家的工厂吧！只要你愿意救我家的工厂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我看着他，不好意思，正正，我们不熟，而且你家的工厂落到这步田地，也是咎由自取。鱼，正正大声地叫着，像个疯子。我知道你就是不甘心，不甘心我当初劈腿选了依依，我和他早就分手了，我可以和你在一起，只要你救我家，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一心一意。我忽然笑了：“正正，你真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，走吧。”我转身离开，后面正正忽的一下子歇斯底里地叫起来：“鱼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我杀了你！鱼，小心！”一道身影忽的一下子将我抱在怀里，躲开后面的刀。正正竟然还带了刀，很快旁边的保安就跑过来，一下子制服正正。我惊慌失措，急忙转身看着祁煜：“祁煜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要是刀扎到你怎么办？”因为急了，我的语气很不好。祁煜就站在原地，听着我骂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将手指抬起来，我的手破了，
不知道被什么一不下心划到的，很小的伤口。我抬头瞪他，你再给我看晚一点，你的伤口都愈合了。齐豫低头笑起来，不要生气了，我下次不会这样了。我扭头不想理他，他用手拉我的手，我又甩开，他的手稳稳地插入我的手指中间，十指相扣。鱼，听着他的声音，我的心微微颤了一下，嘴硬地说着怎么了？他就站在我的旁边，一字一顿地说着，鱼，刚刚吓坏我了，扑上来抱着你，是我脑中唯一想到且必须要做到的事情。看着你在学校里那么努力，我不忍心去分你的心，本想等你毕业再说。可是他自嘲地笑笑，我发现一遇到你，我就会失控。我已经在极力忍受，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。他将我的身子扭过来，目光真挚如一，一如多年后的初见。鱼，我喜欢你，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，陪在你的身边。你想做什么，我就陪你做什么，做你最忠实的后盾。你愿意吗？我的心跳快得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，咬着唇，不受控制地抬头看他。我想吃螺蛳粉，我喜欢，他不喜欢。他看着我，眉眼中都是无奈和宠溺。可以让我捂着鼻子煮吗？我笑着，好啊。然后抬手，委屈的出声，刚刚吓到我了，要男朋友的抱抱才能好。他上前，用一腔赤诚的爱意拥抱我。男朋友抱抱就好了。我抬头，今天阳光正好，我和他也正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